Das hier ist Österreichs neuester Zug und in gewisser Art und Weise etwas Besonderes, denn er ist der erste Zug aus chinesischer Produktion, welcher nu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zum Einsatz kommt. Gebaut wurde er vom Hersteller CRRC, der größte Zughersteller, und zwar mit Abstand auf der Welt ist.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的话题与中国中车有关。中车集团呢，在2019年的时候卖了4列双层列车给奥地利一家私人铁路公司，叫西部铁路，简称西铁公司。经過了大概是5年時間，在歐洲、在奧地利還有德國試運營啊，試運營的里程超過30萬公里。經過漫長的在歐洲的認證，因為畢竟呢是中國鐵路呢第一次進入歐盟這裡，一切都要認證過。你們也知道歐洲這邊他們的辦事效率，對不對？就在上個月，這個認證的證書通過了，然後發放下來了，西部鐵路呢才正式把這4列列車投入運營，是投入在維也納，也就是奧地利的首都，在維也納和薩爾茨堡之間。薩爾茨堡是德國奧地利邊境城市，莫扎特的故鄉就是薩爾茨堡。每30分鐘有一趟這樣的列車。這個列車據說是50%的本地化生產，就是歐洲各個廠商他們提供50%的部件，然後呢，另外50%是中車的，但是乙方就是中車公司。所以呢，這件事情啊，在歐洲，特別是在德語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進入歐盟的腹地，所以呢，歐洲人他們特別的小心眼，他們擔心啊，中國這火車方面也對歐洲形成競爭了，所以這件事情雖然只有7000萬歐元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合同了，在鐵路行業啊，但是對他們來說，就相當於狼來了，狼來了，他們自己呢喊就喊怕了啊，他們內心非常的懼怕競爭。中國現在確實在各方面大有趕超西方的態勢。最近這幾年最熱門的那就是電動汽車，對吧？比亞迪至少在德語地區啊，幾乎是家喻戶曉了。現在由於他們西方主流媒體一直在報道，很多都是負面的啊，報道比亞迪呀，還有報道中國的其他的電動汽車。所以雖然是負面報道，但同時其實呢，也是給中國電動汽車做了免費廣告。現在一般關注新聞的人，比如說德國人、奧地利人，他們一般都知道有這個比亞迪。所以呢，現在你看，關於這件事情啊，就是中國中車這4列火車在西鐵公司投入運營這件事情，他們主流媒體也炒作，自媒體也炒作，所以導致了現在很多人呢都知道這件事情了。比亞迪，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吧，自媒體也許他們那個主流媒體也一樣，把這個中車公司形容為什麼列車行業的比亞迪，你看，給他冠一個這樣的名稱 CRRC。Das BYD der Eisenbahnbranche. Schon jetzt produziert der Konzern über 90% aller Züge in China und ist damit mit Abstand der größte Zughersteller der Welt. Ähnlich wie in der Automobilbranche drängen die Chinesen nun auch auf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我覺得他們這麼給臉給比亞迪，是有點抬高比亞迪的意思了。好，我們回到這個中車這4輛列車啊，投入運營之後，我真的發現啊，德語區的人他們心態非常的崩潰，然後呢，他們的反應我覺得是過激的。很多情況下，我覺得又認證了我說的啊，就是現在西方特別對中國東西特別敏感。我認為啊，就是西方現在正在進行所謂的文革，凡是中國的，他們就認為不好，不能要，寧可要民主的草，也不要社會主義中國的苗，就這樣的一種那個心態。現在他們認為啊，中車現在他們的車輛進來了。而且這車輛是邪惡的，邪惡在什麼地方呢？首先，中車是中國國有企業，有的自媒體還有他們主流媒體這樣口口聲聲的說啊，中車與中國政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中車呢，他們與中國的高層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然後又說中國政府瘋狂補貼中車。就像他們當初說的啊，就中國政府瘋狂補貼中國的比亞迪一樣，低於成本價把中車這個火車呢賣給西鐵，這話語數是一模一樣的啊，只不過呢是把比亞迪換成了中車而已。現在才7000萬歐元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合同，
但是他們已經非常破防了。其實一說到中國產品好的，他們首先一定會想到中國政府瘋狂的補貼。他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為什麼，比如說比亞迪，為什麼這個中車能以如此大的這個成本優勢提供產品。他們光是以為中國人工成本低，所以中國能夠低價傾銷。另外呢，因為中國政府呢瘋狂補貼，所以呢低於成本價也要進入歐洲市場。但他們不知道，一個是中國人的效率有多高，另外一個呢，中國這成本優勢還有規模效應啊。中車生產中國90%以上的列車，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的巨無霸。那肯定可以降低这生產成本啊，因為它有規模優勢啊，對不對？不僅是抹黑，說中國政府瘋狂補貼，才導致以低於成本價賣給西鐵公司。我心裡想，既然以成本價賣給你，那你們是撿了便宜了，對吧？你撿了便宜還賣乖，還埋汰中國政府在補貼，都給你們好處了，你們還不感恩啊，對吧？然後德語的媒體啊，不管是這主流媒體還是自媒體，他們也承認中車公司他们的技術實力特別的強。原來的列車是瑞士的，然後現在他們測試了5年，然後呢運行了30萬公里沒有問題。所以他們說從做工啊，從質量來說，完全是超過了瑞士這公司，而且它的價格更低。他們都承認了，但是他們還是認為你西鐵公司為什麼不買，比如說瑞士的，為什麼不買德國西門子的，而買一家中國公司的呢？現在中車公司的那個車進來了，就相當於特洛伊木馬一樣進來了，就會摧毀歐洲列車車輛工業。我看了一個視頻的博主說，我不知道他後面是不是遊說團體在後面，我不知道啊。他說真的口口聲聲的對觀眾說啊，你看中車公司和其他中國公司一樣，他們中國人擅長的是什麼？抄襲。先把瑞士公司的火車把它研究了一遍，然後呢抄襲下來，再做改進，現在才生產出這麼好質量的這個火車。你看人家博主是這麼說的，這就妥妥的洗腦給他們這些民眾啊。Was die Chinesen erstaunlich gut können, ist bestehende Konzepte zu analysieren, zu kopieren und nachzumachen. Von außen wirkt der Zug aufgrund seiner Designänderung noch etwas anders. Von innen wirkt er aber schon sehr vertraut. Hinter der Expansion von CARC steht eindeutig eine aggressive staatliche Strategie. Die engen Verbindungen zu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sind unübersehbar. CARC wird massiv vom Staat subventioniert. Das bedeutet, dass der Zug bereits unter dem eigentlichen Produktionspreis, also mit Verlust, verkauft wird. Dieser Verlust wird anschließend vom Staat subventioniert. Damit stellt sich natürlich die Frage, inwieweit überhaupt noch von fairen Wettbewerb gesprochen werden kann. 反正我聽到這樣的語句之後，我心裡非常的不爽。中國好的，他們都認為是抄襲他們的，他們都這樣認為。德國人這樣認為，奧地利人也這樣認為，瑞士人我覺得也肯定這樣認為。那麼歐洲其他國家人大概也是一樣，半斤八兩，我可以這麼說。所以我當然非常的不爽了，自己幹不過中國中車了，然後還抹黑。你有這能力，你也生產出來啊，交貨時間更短啊，然後呢，這個價格更低啊，你們做不到，那就不要怪啊。而且人家西鐵是私人公司啊，那私人公司他有權決定我買誰的就買誰的，對吧？我肯定是買性價比最高的。說到性價比最高，你看德國主流媒體一天到晚不是說中國那個海外版的拼多多叫 Temu， 對吧？說 Temu 那個都是劣質品，但是上10億的訂單，這德國人還有其他國家人在海外拼多多上下單，然後呢，源源不斷的那個包裹運到這邊來，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海外版拼多多上面的東西質優價廉，你們自己歐洲人不爭氣，說中國產品這不好那不好是垃圾，那你們的國民為什麼老是沒有請你們在那裡買呀？你們是自動在那個地方下單訂貨的，對不對？然後呢，還一邊說中國這產品是個垃圾貨，真的，我聽到這種說辭，我就心裡特別的氣憤。他們其實是雙標，自己沒有錢，還買那種拼多多上面海外版那種比較劣質的，相對來說質量不是特別好的產品，然後拿到手之後，本來花1歐元的東西，但是又想要100歐元的質量的東西，哪有可能啊，對吧？壞了之後又說中國製造是垃圾貨，
這真的我都不明白這些人他們是怎麼想的。好了，我們回到這個中車這4輛列車，反正經過漫長的測試、運行，然後呢認證之後，終於獲得了歐盟頒發的這個證書，但是只准在奧地利境內運營。其實西鐵公司它的想法是這樣啊，擴大它的服務，比如說擴大到德國、慕尼黑、斯圖加特等等，那邊呢擴大到匈牙利，這是西鐵公司的計劃。但是目前看來是比較困難。如果是西鐵公司要擴大運營範圍，那麼它又要申請進一步的那個認證，比如說允許呢在德國、匈牙利運營，那麼可能又是耗時特別長這個認證。還有呢，就是這4輛列車目前呢是租賃10年，10年之後他可以選擇購買還是不購買，目前不知道。我相信啊，如果是價格合適的話，西鐵公司應該會購買，因為他們現在租賃可能就想看看中車的質量到底怎麼樣。其實我覺得行業內的人肯定知道中車的質量絕對是過得硬的，否則人家也不會輕而易舉的把這個訂單給你中車啊，對不對？他為什麼不給西门子？為什麼不給瑞士那些公司呢？就是因為一個是中國質量，這個中車的那個質量肯定是過硬，另外一個剛才說了，它的那個價格特別有優勢，還有一個交貨期非常短。原來啊，西鐵公司買的是西门子的列車，後來是買瑞士的。你們知道嗎？西门子的列車他們的那個生產效率有多低？下單之後8年才拿到這個產品，才拿到這個火車，而且不用像中國中車這樣搞那個馬拉松式的那認證啊。這西门子相當於原來就已經通過認證了，它只要生產就可以交貨了。但是即使這樣，花了8年時間才能交貨。瑞士那個地方可能也大同小異。正因為你看你自己西方，你自己德國或者是瑞士的企業沒有優勢，價格又高，另外一個交貨期又長，還有一個質量也並不一定，或者比中國中車的更差。那人家西鐵公司難道是傻瓜，不知道選最好的，性價比最高的，对不對？如果我是西鐵公司的老總，我當然也會這樣選那個中車公司啊。所以說來說去啊，我覺得哈，就是西方人在這裡我說的歐洲人吧，特別的雙標。德國人也一樣，他們賣那個汽車在中國賣了幾十年了，對不對？像那個德國大眾，80年代就到中國去投資了，然後呢，在中國你看賣了40多年，每年以前就是幾百萬輛，那你算起來40多年賣了多少上千萬的那個德國汽車到中國那邊去？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說了半句話嗎？沒有，對不對？但是呢，你看比亞迪還有其他中國電動汽車才剛剛想進入歐洲市場，他們是怎麼反應的？首先，歐盟層面給中國電動汽車增加懲罰性關稅，說呢中國政府瘋狂補貼，所以呢我們要加關稅，不讓你進來，就是說只准他們賣給中國人，而不准中國人賣給歐洲人，就是這樣。所以我說到這裡，我真的自己又特別的氣憤啊！真的是這樣啊，只准他們歐洲人放火，不准中國百姓點燈，就這樣的邏輯。現在你看又一樣了，以前中國也買了瑞典的火車，也買了西门子的火車，对不對？但是現在中車想在歐洲賣他們的火車，那就不行了。一個是從那個意識形態考慮，中國呢是所謂的獨裁，所以呢不能夠讓中國的車進來。我們一定要保護我們的產業，否則我們幾十萬產業的工人他們會失業呀。你看，才一個7000萬的一個合同，他們就想得那麼嚴重了，想到了幾十萬人會失業，然後呢，呼籲要對中國這個中車設定更高的門檻壁壘，也就是不讓中國中車在這裡賣。還有啊，奧地利人還有德國人，他們為什麼那麼怕？雖然現在呢是一家西鐵公司7000萬的一個訂單，對吧？但是其實呢，比如說像奧地利就有幾十億歐元的那個合同，因為奧地利國有鐵路公司，它也需要購買火車呀。理論上，如果他們不排斥中車的列車的話，中車完全有那個技術，中車的產品完全有競爭力，可以參加競標。光是奧地利就需要幾十億歐元的列車。
這塊蛋糕真的非常大。那德國也有，甚至呢，我記得3、4年前，其實德國媒体就報道過，因為當時西门子前面也提到了啊，交貨時間太長了，然後呢，技術方面也不成熟，非常多這樣那樣的技術上的問題解決不了，因為辦事效率太低嘛，非常多的 bugs。所以呢，当时啊，德國鐵路那個老總就放話了，他說：“如果你西門子不能按期交貨，如果你西門子還是賣得那麼貴，那我們只能從中國進口列車了。”當時德國媒體也報道過了。我相信啊，這是歐洲這些列車公司他們老總、他們老闆，他們自己知道中國的產品質量過硬，然後呢特別有競爭力。其實他們是想購買，比如說中國中車的列車的，但是呢，他們這政客不允許啊，還有民眾的這個輿論也不允許啊。然後主流媒体他們肯定是帶頭了，对吧？帶頭造勢，然後呢給他们民眾洗腦。這政客看到啊那麼多人反對，那我們只能夠是反對這個中車進入我們歐洲市場了。反正目前就是這樣，各個方面對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真的非常不利。中車賣4輛這個雙層準高速列車給奧地利西鐵公司，只是個例子而已，可以反映出來，就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還存在非常大的阻力，所以就看中國政府與中國企業怎麼應對了。我認為啊，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一些措施，比如說你不讓我的產品進來，那我從中國那邊也可以設定一定的市場准入的一些門檻呀，對吧？我覺得要對等才可以。Es stellt sich die kritische Frage, ob große Mengen systemrelevanter Komponenten tatsächlich von einem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gefertigt werden sollten. Denn im Ernstfall, etwa im Szenario eines militärischen Konflikts, könnten sicherheitsrelevante Systeme, insbesondere Software, gezielt manipuliert werden. Im schlimmsten Fall wäre es sogar denkbar, dass Züge außer Betrieb gesetzt oder Bremssysteme beeinflusst werden. Dies berichtete der Standard über Busse in Schweden aus China. Gerade in Krisen- oder Kriegszeiten, in denen die Bahn als eines der zentralen Verkehrsmittel gilt, würde das ein erhebliches Sicherheitsrisiko darstellen. 其實人家就是這樣，他只想在你那個國家賣東西，而不想讓你的東西進入我的市場。他們就這樣啊。所以現在設定越來越多市場准入的一些障礙，抬高這門檻，然後又像一個吃奶的孩子一樣，一天到晚叫那個西方國家的政府補貼這個補貼那個。其實啊，說到補貼，西方國家的補貼要比中國更加嚴重。好了，剛才介紹了中國中車公司提供了4列雙層準高速列車給奧地利西鐵公司，上個月已經投入運營了，然後在德語區引起了軒然大波。剛才介紹這件事，然後呢，我們來看看到底他們這些網民他們的評論是怎麼樣的。咱們看第一條評論。一方面，我們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西部鐵路為何向中車訂購列車，該列車價格更便宜，看起來堅固可靠，提供更多的座位，而且確實能準時交付。如果歐洲製造商的交貨期長達數年，交付後還存在軟件問題，那麼一家私營企業選擇更便宜、更可靠的產品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我們卻不但以中國可能使列車癱瘓這最壞情況作為論據，誠然依賴單一供應國是一種戰略風險，但如果車輛已通過歐盟 TSI 認證，軟件僅通過受控流程安裝，且安全相關系統彼此隔離，那麼所謂北京一鍵遠程剎車之類的說法，更多屬於政治臆想，而非對現實技術的準確描述。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歐洲是要通過創新、質量和更快速的流程來保持其鐵路工業的競爭力，還是要僅靠封閉保護？如果中車同時做到更便宜、更可靠，那麼僅靠憤慨是無濟於事的。屆時，西門子、阿爾斯通、施泰德等公司就必須真正交付產品，是實打實的交付。繼續往下，關於歐洲製造商的質量問題，雖然我本人並不在鐵路行業工作，但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在許多其他行業也同樣存在。根據我的職業經驗，有太多經理們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但實際上對任何事情他們都毫無頭緒，最多只是無視真正的專家，甚至
常常公然嘲諷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最終無法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幾乎是顯而易見的。再往下，我在中車工作了多年，從事高鐵外部塗裝的技術支持工作，工作地點包括長春、大連、青島四方、上海和株洲。我只能說那裡當然也存在各種問題，但問題總能被迅速解決。舉個例子，在早期使用水性底漆時，噴塗車間始終是個大問題，空間狹小、擁擠，而且沒有空調。但1年後我再回去時，那裡已經新建了6個噴塗車間，每個長度在60到90米之間，全部配備了空調。在歐洲，許多人還在夢想這樣的條件，光是審批流程、列車認證等環節就拖慢一切。而在中國，事情推進要快得多，這在歐洲恰恰是個巨大障礙。誰想看看未來，真該去未來之城深圳走一趟。下一則，目前對中國企業而言，市場份額比利潤更為重要。一旦他們掌控市場，或在中共的幫助下逐一排擠掉競爭對手，那麼價格勢必會持續上漲。繼續往下，儘管有充分理由批評，或者我們更應該支持本土制造商，但若幾十年來，正如汽車工業那樣，始終將股東財富置於一切之上，到頭來卻驚訝地發現自家產品爛得要命，那也就不該再對中國的強勢填補市場空白感到意外了。中國的經濟擴張政策同樣包含剝削成分，在亞洲地區早已比歐美企業赤裸裸的剝削式策略更受歡迎。也許我們更該反思的是，如何制造出更好的產品，以及如何將企業財富更公平地分配給老百姓，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滿意度。如此一來，也就無需再費神琢磨，為何中國龍頭企業突然變得有競爭力，甚至讓一些歐洲公司轉而選擇他們的產品了。再往下，如果中國以極低價格大量湧入歐盟市場，歐盟就必須通過增加關稅加以阻止。難道我們還要眼睜睜地看着我們的鐵路工業也被摧毀嗎？中國開出的價格甚至低於生產成本，這根本令人無法接受。下一則，中國勢不可擋，而且他們為此做了長期準備，其政府對此給予100%的支持。反觀歐洲，如今只剩下一群精神渙散、對經濟和民眾福祉毫無認知的政客。這恰恰進一步助長了中國的優勢，而且中國在質量方面同樣能做到位。下一則，我在軌道車輛製造行業工作過幾年，很遺憾，我必須老實說，對於部分歐洲公司生產的那些垃圾，我現在都感到羞愧。在新產品開發中，客戶簡直成了試驗品。至於生產功能正常的廁所或車門嘛，提到這些，幾乎能讓人陷入絕望。繼續往下，一方面聲稱中車獲得了大量補貼，但據我判斷，這其實根本沒必要，因為僅憑極其有利可圖的中國市場，中車就已具備足夠競爭力。但即便我們接受這種所謂補貼論，那麼就不該同時又聲稱購買中車的列車會導致資金流向中國，因為按照這種邏輯，歐洲反而是間接受益於中國的補貼了。這兩種說法歸根結底暴露出一種保護主義立場，但若此政策出自唐納德·特朗普之口，便會遭到批評；而一旦在歐洲被提出，卻似乎突然變得合理起來。這場討論尤其清楚地揭示了歐洲當前行動的盲目與缺乏戰略。再往下，誰想要自由市場，就得接受來自中國的競爭者；誰不希望這裡出現中國產品，就應當把自家產品做得比中國更好。如果中國生產的車輛質量過硬，那對西鐵和乘客而言都是一種雙贏。下一則，歐洲同樣也在補貼企業，比如通過電動車購車補貼、農用柴油優惠等等。至於中國，我只能說，學生如今成了師傅。多年來，我們在那裡生產了各種產品，似乎還天真的以為對方學不到什麼。現在，歐洲工業必須接受一個新對手的出現，並做好適應的準備。
再往下，我本人在德國和奧地利擔任火車司機，也曾近距離觀察過中車的列車。沒錯，中國人過去常被嘲笑，不被當回事，但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如果歐洲不做出改變，我們不僅會在技術上，更會在經濟上被徹底碾壓。亞洲人真正學透了德國制造的精髓，並將其成功複製到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甚至進一步優化發展。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亞洲將不再需要歐洲。下一則，問題不僅在於一旦發生衝突，例如中國入侵台灣，中國是否可能對列車施加影響，而在於一旦不再提供備件，我們該怎麼辦？繼續往下，我們日常使用的大部分產品都來自中國。當我們在歐洲，已有25歲的人聲稱自己精疲力竭，呼籲縮短工時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時，中國卻在夜以繼日的勤奮工作並投入研發。究竟是什麼阻礙了歐洲人回歸那些曾鑄就歐洲成功的傳統美德？我認為西鐵引進的新型中車列車是對歐洲鐵路運輸的有益補充。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吧。在這件事上，歐洲的雙重標準暴露無遺。當大眾、寶馬等企業得到德國政府支持進軍中國市場時，自然是好事一樁。可一旦中國人反過來進入歐洲，就成了不得了的壞事。那為什麼歐洲各國不反過來扶持自己的車輛製造商呢？是時候從高高在上的歐洲神壇上走下來，認清現實了。歐洲正在全面走下坡路，而且是在多個層面。中國工程師如今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正迅速在質量上超越歐洲產品。歐洲製造商面臨的種種問題，正是技術退步的結果。一旦喪失了製造高質量複雜系統的技術能力，就只能把系統越做越簡單。而歐洲鐵路工業多年來交付的產品實在是令人難堪。視頻19分50秒處的夥計們，你們自己難道沒有意識到這裡的矛盾嗎？到底哪種說法才對？要麼這些中車列車因為經濟高效而產生利潤，要麼中車因他們政府補貼而虧損，總不能兩者同時成立吧？哈哈，朋友們，我們就到這裡吧。感覺還是有不少理智的網友的，知道問題其實出在歐洲人自己，而且這些理智的網友歡迎中車進入歐洲市場，參與競爭，這種心態不錯，你們怎麼看呢？好的，朋友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那我們下期見。